核大战爆发，地球毁灭，人类的命运进入倒计时。绝境下，宇航局派出5支探险队，向着星辰大海出发。我们带着胚胎寻找宜居星球，但其他4支队伍接连失去消息，我成了人类最后的希望。在资源耗尽的最后时刻，我发现了一颗宜居星球。人类还有未来，这是一颗充满希望的星球。毁灭吧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希望。修仙界强者为尊，修仙者残暴成性，玄门以万物为刍狗，视生灵为星辰，强者相视如骨。事到如此，为何还不毁灭？你师妹是我杀的，你父亲是我杀的，你宗门也是我灭的，特地留你一命是为了你这张脸。乖乖跟我回去吧，夏仙子，躺在床上还能少受些苦。休想！嘿！我宁愿拼个同归于尽，也不会让尔等好过。今日我死之后，哪管洪水滔天，旧恨新仇，天地同寿，幻术真名，我皆降临。哪怕招来域外天魔，我也要奋尽此剑。天地异象，他在召唤天魔。不好，快打断他！失败了吗？还是说成功了？各单位注意，经过此行经时，能源不足跃迁中断，警告飞船能源不足，正在迫降。警告飞船能源不足，正在迫降。这就是天魔。大哥，天魔降临，咱们避避锋芒。我避他锋芒？什么域外天魔，只是艘大点的灵舟罢了。我万仞山天下无敌，谁敢放肆？你路过我万仞山，不下来磕个头，也太不给我宗门面子了，道友。望你不要不识抬举。正在破译该星球文明语言体系，请保持安全距离，请保持安全距离。根据星际拓荒原则，本舰不会率先开火。说的什么呀，哩哩赖赖的。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看剑！警告！防护罩受到攻击，判定为进攻属性，安全协议。强的护体罡气，当我大哥堂堂金丹真人，最好10相依。滂沱的剑气，这是何等精纯的功法！舱门正在开启，请注意防护。这个星球好像可以呼吸。初来乍到，礼貌点，别被当作侵略者了。先礼后兵，明白。你好，陌生人。天魔使者，我为和平而来的吧？其实飞船迫降有些意外，也是在所难免的，你能理解的吧？天魔，当真降临了。纵使助纣为虐，我也要摧毁仙门统治。弟子夏雨冰，恭迎上尊降临。啊？难道天魔不受扣办？
你好，达瓦里氏。弟子明白，您乃达瓦里氏族的天魔上尊。南妮，他看上去伤了脑子，给他包扎一下，检查一下身体。收到。此乃搜魂法器，不愧是天魔，数字强大却也不失谨慎，连我这等蝼蚁都小心戒备。吼，本地土著还挺耐杀，这种重伤都撑着不死。我的伤被治好了，在一瞬间便治好我的外伤，何等强大的法器！上尊实力深不可测，敢问是从哪一界降临而来的呢？实不相瞒，人类的家园已经毁灭，我是最后一支舰队的领袖，任务是寻找宜居星球，延续人类文明。尸香之母，一行心肠，与古籍记载一般无二，此乃侵略之时。对，你能理解星际移民，我很欣慰。看来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嘛。不过他也太客气了，本地人都这么礼貌吗？昏翼天魔降临，早已是千古罪人，召唤天魔，必求灭世。天宇大陆5大宗门，奴役一切，众生如不死于反抗，便是亡于压榨。这个世界已无任何希望，请天魔大人摧毁一切，使天地寂灭。我是来移民的，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啊？会表心迹，愿奉上灵石，供主人使用。我们之间有点误会，糖果你先收起来，我在控糖。魔族不要灵石法宝，他只有身体可以献祭了。将死之身不惧以身似火，在下别无他物，唯此一身，可供取乐，请主人笑纳。本地居民招待客人过于热情了吧？心意是好的。为了不引起外交事故，我想我有必要为了和平先生。不，你不想。总督大人，这位女士体征严重损伤，预计寿命仅剩1个月左右。南妮，看在这么聊得来的份上，找机会治好她。明白。这就是投靠天魔的奖励吗？天魔愿意救我，便也愿意帮助我毁灭此界。弟子愿为上尊引路，必使此界山崩地裂。都说了我们是来移民的，本地人的毁灭倾向怎么会比外星人还严重啊？这里环境还真不错呀，就在这里建立基地吧。注意，开始建立殖民基地。都注意点。前方施工，请注意。前方施工，请注意。前方施工，请注意。父亲，母亲，爹爹，妹妹，我一定完成你们的遗志。你们一路走好。献祭全村生灵，老夫自会帮你筑基成功。你这魔头，竟献祭一村为我筑基，当真糊涂！笑话，老夫修道300余载，血祭筑基之法早已炉火纯青，还会骗你这黄口小儿不成？我的意思是，如今只图1村，我会不会根基不稳？倘若他日遇见那献祭1城1国生灵筑基的天骄，岂不落后于人？打他！这小逼是不是连我也想杀了？呆道爷我成了，连你也一起弄死。我观那边荒原小镇似有活物气血，正好选此处为你再祭夯实道基。嘿嘿嘿，姿色不错，可惜修为不高，只能用来享乐。才刚投靠不久，天魔未必会护我周全，只能靠自己了。
检测到下雨冰体征发生变化。你脸色很差呀。是邪修。修邪的好沟通吗？这片大陆当中，修仙者肆无忌惮，暴虐无情，很难沟通。你说过要积极对话，避免和本地文明爆发。哎，都说是坏蛋了，一脚踹死。我们是星际拓荒，不是银河慈善。好的，正在申请轨道打击。还在老夫面前装神弄鬼，让你见识见识金丹期巅峰手段。金丹？金什么丹？本地能量体评级，更高级还有元婴、化神、渡劫。什么元婴渡劫？你只管告诉我，对应什么等级的兵器？对照如下：金丹能量等级与护卫犬相当，元婴能量等级与太空基仆相当，化神能量等级对应一支斥候小队，但舰长级能量体不在该体系内。在本世界内暂未发现8位舰长级别的能量个体。除此之外，您也不在此体系内，因为您的战斗力接近一支成年大公鸡。太复杂了，听不懂。你就说需要什么口径？对方至少有金丹巅峰实力，必是一方强者。要是天魔不敌，我夺了法器便逃。纬度 22.5325， 经度 113.9395， Z 轴 94.387米，坐标锁定。叽里咕噜念什么经呢？念经也救不了你。我修为已退至筑基初期，不是他的对手。跑吧。跑什么？别想跑！我对你可是一见钟情。这个星球真是人杰地灵啊！目标威胁等级确认，清除程序，执行。我看你二人还是来试试老夫软硬吧。把那个男的杀了，留下这2女即可。不要浪费，我看那男的也是眉清目秀。注意，轨道射线正在输出。什么？人类的前途就像轨道射线一样充满光明。这是什么修为？大成渡劫！优先目标已排除，锁定次要目标。圣贤饶命！是我有眼无珠。一念半神，大成期也不过如此。这就是天魔。圣贤饶命！小的被邪修迷了心智，我与他有血海深仇，我忍辱侍奉，只为亲手报仇。今日他死于上仙之手，罪有应得，请饶我一命。不要信他，这些下三滥，为了活命什么都说得出口。经分析，谎言概率96%，语无伦次概率4%，建议清除。无妨，让他离开也没事的。收到。多谢上仙饶命，来日一定好好报答上仙。总督，按照预定计划，不应放任目击者离开。做事需要谨慎，你没听到本地人很重视恩怨吗？从轨道跟踪到他的势力所在地，确保全死腿动啊！力求不留后患，避免重蹈上个星球的覆辙。抱歉，是我失算了。斩尽杀绝，魔头，这就是天魔无疑。那个见笑了，因为本舰队不擅长化解仇恨，所以只好化解仇人。毕竟仇恨不是什么正能量，要尽量避免。你一定能理解的吧？他在警告我，不要和他们结仇，好可怕的手段。腿已经软了，根本动不了。总督大人垂询时要优先回复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属下明白。今后绝无耳行。是魔主差遣，不要杀我。太好了，你看他能理解正能量，你们相当有共同语言嘛。这是得益于秦总督卓越的沟通技巧，以及您开朗友善的交流态度。哪有？南妮小姐在奉承我。程序上，我对您只有实话。星球概况如下，危险等级有待评估。既然有潜在危险，最优解就是彻底净化。我建议向总督申请灭绝令，启动灭绝计划。我反对，没有理由。这个战争狂说的一切我都反对。后卫舰长DDD，请你明白，
经历重新战役和迫降之后，我们的资源已经不足以发动灭绝令了。而且总督认为本星球生物是智慧生物，尚具备沟通空间。我主张保守策略。我主张主动出击，智慧生物背叛的概率超过58%。然也，鄙人以为先下手为强，不失为良策。星球地表发现矿石和金属矿脉痕迹，希望总督暂缓开战，授予开采权限。我感觉到本星球亦有2个强大能量体，实力接近我等，我主张暂缓开战。8舰舰长投票显示4比3，那么我决定暂缓建星计划，以探查为主，变交半龙太空轨道待命。然也。滴滴滴，继续静默。恰可尝试进入星云战场，防止精神类攻击。BT 和冯准备空降舱，等待时机。至于星际沟通，可以先从心怀鬼胎的夏女士入手，她对总督的敌意并不小，观察后再考虑灭绝计划。既然有敌意，我认为总督需要我的保护。探索者号已经降落，你的舰队需要在太空轨道上提供支援，你们也是。总督，其他人已经了解情况。原来还有其他魔头。大伙儿打算如何处置这颗星球？是生存还是毁灭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总督大人，8舰议会很顺利，请勿担忧。经探查，该星球生物具有一定威胁性，作战部需要派出1个单位的斥候部队进行护卫。左贤一，收到，已派出游骑兵。苏报，罗千山罗师兄的魂灯刚刚熄灭了。他们怎么就这么抗拒呢？明明并入我们万仞山，前途光明，难道我们还能害他们不成？你说这兼收并蓄的好事，怎么总是推行不下去呢？人尽皆知，万仞山绝不允许弟子在外陨落，而置之不理。千山的事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千山此次本是为宗门降服各派，一切早已谈妥。况且他为人谨慎，身上又有保命法器，能瞬间秒杀，又传不回消息。我看是早有预谋的奸人所为。无论是不是，都得派人去查个清楚。损失了1个弟子是小，折了我宗门的威名是大。派人去查，与此事相关的，鸡犬不留。惹我万仞山，自寻死路。派个得力的弟子去办。报，亲传弟子郑明成求见。进来。弟子请愿，前去为罗师兄报仇。明成修为精湛，但毕竟年少，还需以老成之人帮扶。明成是我派10转金丹弟子，怕有闪失，让宋中宋长老同去，做个照应。是。宋长老，我们直接飞着去，真的没问题吗？笑话，莫非明成不相信老夫？想当初，老夫可是凭着这手隐身遁法，使数十元婴如同草木，来去自如而不被察觉。要想此次前去，也不可能有人发现我的。总督，这2人该如何处理？直接轨道炮射杀吗？落后星球的乡下人没见过大场面，如果只是来看热闹，就别为难人家了。宋长老，你见过这么大的灵舟吗？见过，都是洞天福地、上古传承之类。想必千山就是探索时不小心陨落在里面了。那我们现在回宗门复命，还是恕那一叹。哼，此等机缘不可拱手让人。已获得参观权限，但请勿靠近秦老先生1000米以内。竟然识破了我的隐身术。是某种灵偶。
哼，我乃万仞山长老，快叫你家主人秦朗出来请安。秦朗并非主人，宇航员秦朗是整个舰队中的唯一纯血人类。宋长老，毕竟他也直接看破了你的隐身遁法，要不我们先客气客气。你是万仞山的修士，在外畏缩，怎能扬我门卫？跟你说了，叫你家大人出来答话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您无权申请会面。秦朗总督是优先保护目标，其生命也承载着人类文明的整体事业。舰队以最高优先级重视其安全。这灵偶大概也还未生出器灵，理解不了你说的。那该如何？你说不要靠近秦朗先生，那起码得知道秦朗在哪里吧？诉求合理，总督位于西南方向，当前距离7000米。哈哈哈哈！蠢货魔偶，哼哼！让我探查一番，这秦朗究竟是什么境界？哼，我当多厉害，竟只是凡人。如果只是凡人，这岂不是一场泼天的富贵？不错，真是天赐良机。别和灵偶纠缠，去会会他。警告！警告！距离目标过近，距离目标过近。哼，区区凡人也配执掌这洞天福地？还是交于我等吧。明成，此次我二人不仅识破小小诡计，还为宗门寻得一洞天福地。回宗后，当记一大功。遵长老法旨。已突入危险距离，启动反击协议。区区灵偶，不知死活！哼，雕虫小技！居然瞬间击破了我的护体罡气，这灵血恐怕有灵婴修为。敌人不对劲儿，先走。2名访客确实有袭击总督的意图。威胁总督安全，立即歼灭！居然跑得这么快吗？这机械用的到底是何等的灵使？必要时刻，只能苦一苦明成了。宋前辈，你明成！回宗后，我一定禀明掌门，你就是我们万仞山的功臣。哈哈哈！2位金丹气息消失了，如同蝼蚁。这就是域外天魔吗？我这样引狼入室是对的吗？不，我没有错。这个世界已然无救，毁灭才是解脱。导弹离地，杜绝复活可能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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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夏小姐，夏小姐，喂喂喂，有人在家吗？夏小姐，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，秦朗的意志就是人类事业的意志，在询问你时需要优先回应。抱歉，秦朗先生，我刚刚在想事情。好了好了，别吓着人家了。夏小姐，这片平原，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拓荒区，采集一些资源。资源？众生血肉，秦朗先生，这里是我的家乡，还请高抬贵手。不，我岂敢指使您，请肆意屠杀本界生灵，将天地尽毁。那你过来一下。这里的本地人好暴力啊！都说了我们是星际移民，居然建议我们搞星际恐怖主义。落后的文明大多以残忍为荣。不过，根据勘探报告，本地矿产丰富，我们需要的几种关键矿物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区域就在这里。之后，如果要在这里建立长期拓荒区，补充舰队所需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将是首要前提。我们得避免本地野人破坏开发区，是尝试和平交涉，或者干脆物理沟通。目前我们尚且不知本地人的战争潜力有多大，舰队轻易开战或许会遭到重创。明白，
先苟着。夏小姐，如果我们在这里建基地，你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暴力。从来都是我们欺负人，没人敢欺负我们。此次宗门又折损了2位金丹，我看若不是有高手故意攻击我派弟子，就是当地出现了什么妖兽或禁地。哼，什么妖兽有如此实力？我看是有些以大欺小的元婴散修在为难我们。报仇，不能让他们白白去死。尚可忍耐一时，我总觉得其中有些凶险。还忍？死的不是你弟子，你杜老狗当然不心疼。楚长老，那都是我宗门栋梁，我当然心痛。哼，那你随我去要个说法。名下宋长老也死了，会不闻不问吧？人几自杀我门人，自是不怕我万仞山，我等不好妄动。羞于而为伍。宣言，婉鹤，敌暗我明，贸然行动，我会陷入圈套。我亲自去，除了午门石老，天下还有谁能伤我？快看，是元婴长老的盾光！天哪，元婴长老出山，想必是要生灵涂炭呐！东三区清理完毕，威胁排除。辛苦了，记得把尸体清理干净，方便后续的施工建设。收到。少仙，这肉你们还要吗？你们是打算吃掉这些尸体？是的，是的，少仙，请发发慈悲。这肉不符合安全食用标准，食用可能会生病。没事的，少仙，吃这些能活下去。少仙饶命，少仙饶命！贱民不该贪图少仙之物。这样可以吗？多谢少仙。相较于修仙者，天魔对待弱小更加温和，凡人们开始自发聚集在基地旁边。没想到本地居民对外星人这么友善，真是民风淳朴，让人安心啊！拓荒区搞得不错呀，没想到你还会治病救人。我本是一修，世道艰难，才学了使剑。主人，您的部下巡逻时曾为流民狩猎象群，他们感激不尽，送来了一些礼物。那你这个肉它安全吗？不推荐食用。很好，收下了，悄悄丢掉。记得准备几份回礼。已为斥候部队发布物资配送任务。不仅不依赖暴力，反而会收买人心，简直是枭雄之词。这就是天魔蛊惑人心的手段吗？在下星月承服。这个星球时下流行这一套吗？像是在表达认同。我的外交策略很成功嘛？确实有理有据。那是何物？如此丑陋笨拙的灵舟，毫无灵韵道纹，简直无人眼目。贼人，滚出来！检测到针对当地人的屠杀活动，请问是否介入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万仞山的朱万鹤。哦，你这蝼蚁竟然认得老夫，那你可见过我万仞山弟子罗千山与郑明成？当然见过。好，他们现在何处？若你如实告知，老夫可破例引你入我万仞山门下。前者是我杀的，后者是我召唤魔头所杀。
你该死！就凭你这修为也配？说，凶手是谁？说出来，老夫让你死个痛快！可比死说这么多，我本济世救人，到头来却引天魔灭世，让你失望。我觉得他人品还挺好的，可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本地向导吗？你又是何人？也配与本尊说话？强者支配弱者，天经地义。本尊杀死一只蝼蚁，何须向你解释？原来在你们这里，强者支配弱者是天经地义。没有修为的凡人，轮得到你这瘪三说话？那你根本用不上这招，但这是进仙家的代价。察觉到攻击意图，反物质空间展开。什么？这等手段？瞧瞧尔等修为！那女子不简单，本以为是凡人蝼蚁，原来也是道友。我不杀无名之辈，出自何门何派？报上名来。对方想要建立沟通，总督是否先沟通后动手？立马歼灭。明白。说，那就到九泉之下后悔去吧。预测为动能攻击。万剑诀，降低目标动能传递效率。为何御剑会如此费力？击落目标。剑穿他修为，莫非是化神老妖？敌人情况不明，先撤。预测敌人有逃离意图，降低目标移动效率。对准目标，识别中。飞不动了，这是画地为牢之法。哎呀！这按照总督命令，立即歼灭。大成修士无疑，圣仙饶命啊！你说的对，强者要支配弱者，很好，很高效。不容置疑的实力，这就是天魔。歼灭。一次的魔头降临，我已是千古罪人，但此界已无天命良知，毁灭才是应有之义。报告总督，夏小姐似乎死了。知道了。这是夏小姐，您醒了。您的伤势已由纳米修复单元完全治愈，包括细胞损伤和干细胞缺失。我的丹田、经脉不仅复原了，而且您的生理年龄指标已回溯至最佳状态。现在您可以在此舰艇许可区域内自由活动，会由我为您导览。请问您的意图是？地面基地并无修复机械业，这里是太空轨道，左前1舰内。太空魔剑，在总督派遣飞船送您回到地面前，您可以在这里休息。这里是魔王的行宫。真是奇妙的景象。听说您醒了，总督在忙，托我带您在探索号上转转。您的衣服正在修复，在完成之前，您可以先试着换上这套衣服。你们的灵舟需要探索者号吗？这是总督的旗舰，
舰长则是您见过的南妮大人。你们的灵舟上都是灵偶吗？飞船上只有总督秦朗是纯血人类，其他人都是智慧生命体。大家都有独立意识、独立人格、独立岗位，并非没有意识的人偶。女仆长，晚上好。你也晚上好。你的地位很高吧？低等成员也有资格向你搭话吗？我们不喜欢低等这个词，希望夏女士您之后也不要再使用。舰队中人人平等，总督与搬运工之间亦无贵贱之分。所以达瓦里士不是氏族的名称，总督也不是族长的意思。达瓦里士是志同道合的意思，是舰队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，而非血缘纽带。所以你有话想对我说吧，女仆长？你很聪明，夏女士，这是南妮大人的安排。8舰舰长都不赞成救回你，只是总督大人力排众议，而南妮大人很清楚，您对舰队和总督大人都怀有敌意。南妮大人让你参观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您能认清总督，认清我们，以及认清自己。玉冰啊，医者之道，不在修为高深，而在心系苍生，力挽疾苦。诸计已成，此后尽可济世行医，退个壮大宗门。我本倾囊一生，愿以此身力挽苍生疾苦。但从那以后，神丹谷不识抬举，当灭！走啊！哎，万仞山势大，我派不便插手，道友请回吧。求求你们，丹经竭力，丹田尽毁。既已被天魔重塑残躯，我也已是天魔之神，杀生灭世，再无顾虑。玄侯济世，已成泡影。之前半生犹如银儿，神丹谷，师父，我的道，破碎的金丹，流亡，冷漠的仙门，我一生所求，既是公道、公平、秩序。只是弱者的奢望，在这里，死亡可以逆转，残躯可以重塑，秩序被铁则守护。万仞山屠我满门，4大派冷眼旁观，旧世界早已病入膏肓。毁灭正是归宿，是高等世界的清理。请带我去见总督先生或者南妮舰长。权先确认，请随我来。夏雨冰女士，秦朗总督目前正在剑桥。如果只有天魔才能救世，我夏雨冰甘愿如此。哦，看来你恢复的不错，这就送你返回地面。夏雨冰参见魔王大人，悉听遵命。来吧，向导小姐，看看我们的营地。这些流民都来基地里没有问题吗？你们这里的本地人胆小懂事，没有造成麻烦。不过，现在真的有个事情想麻烦你。天魔大人，但说无妨。既然你打算协助我，不妨告诉你，我们需要开始补给了。我已经是您的人了，但凭大人吩咐。楚长老，这不甚陨落了吧？是的，掌门，对方恐有元婴巅峰乃至化神修为，不然以楚长老的手段自保还是可以的。但是，或许我们真的应当好好与之交谈一番。此股势力过于诡异，所用手段也颇为奇特。若是隐士宗门，楚长老都陨落了，我们还有与之和谈的可能吗？司马世清，
我自知时日无多，四大派虽对我等一统大业不以为然，在我死后空有动作，万不可再树心底。你二人定当齐心协力，不再有义气之争，才可使宗门延续。楚长老一事，事情你先备礼品，登门谢罪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为了宗门伟业，也只能委屈世卿你了。掌门，在下一定不负期望。我去准备和谈，你好自为之。哼，告诉钱瑞来大殿找我，有要事相商。大人调配这些法器，确实让我开矿，但我觉得这些矿工的破坏力太强大了。为何不拿来作战？作战有专用机型。很不错，你告知的这处铁矿洞储量丰富。多谢夸奖，且大人只让我开发矿产，却不屠杀居民，令我良心烧耳。纯度较高，是合格的铁矿，可以转化。目前稀缺的钛金属优先转化。这是点石成金之术？不，于是我只能改变金属性质，转化为任何金属材质，但石料不行。任何黄金、灵石也可以吗？灵石是指金吗？当然可以，这些是黄金，这些是金。完整的灵石精粹，这一颗足够我突破这元婴期了。此等神通，足以颠覆整个玄修界。对舰队来说，黄金的需求量，而灵石则是效率极差的不稳定能源。舰队最需要的依然是钢铁。舰队距离完成补给还需要多少铁矿石？像这样的矿坑至少还需要20才能补给完舰队的缺口。黄金和灵石可不可以私再下一小部分？我可以用这些置换成铁矿、人力，甚至是一些势力的支持。这种事情需要请总督下判断。完成这项计划大概需要多少资源和时间？我觉得5000金可以见效。如果5万金？5万金，进展会很快。分配黄金和灵石各50万金给向导小姐，如果有进展，可以继续增加投入。50万金，在他眼里，灵石竟能按万斤体量来计数。大人原来拥有这等财力。我用灵石大肆购入矿产，魔王的地盘在飞速扩张。上线限灵啦！第3矿点的自动化采掘线下午能上线吗？预计17点43分完成最后调试，总督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从未展现过残暴的一面。这么多肉，都给我们吗？他们捕杀了西甲兽，这片没有妖兽威胁了，可以搬回来了。我们可以回家了。身为强者，他就像个异类，不收税，不压榨，不骚扰居民。我逐渐理解，他拥有真正的统治者气度，世界在他的意志下才会重回正轨。尔等所见，乃我天魔所赐，魔王降临，重建秩序。啊！大人为何要我按下这个？何大已破开岩石。这是什么法器？洗道神兵。爆破效果差的意思。爆破率在86.4%。这法器威力堪比化神一级。新郎大人，这是何等的伟力！记得跟后勤处说一下。总督认为开矿的雷管威力还是太小了。先过去看看矿脉情况。爆破成功，铁矿带已经出现，申请投放矿工机器。权限通过，矿工准备投射。矿工正在作业，请立即离开。采矿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这帮人果然诡异。此次前去，定要多加小心。掌门时日无多，若能办成此事，我等临掌门之位便顺理成章。
我得帮助司马师兄上位，我才能继任副掌门。不枉我潜伏了这么久，这个秦老杀了他，一切都成了。那个人注意您很久了，大概率心怀歹意，需要处理掉吗？只是想想而已，不还没动手吗？要是连想象都枪毙，就和灭绝令没有区别了。就是现在！准备动手，小心！这是9级妖兽啊！他们惊动了此地妖兽，9级妖兽足以硬汉化神。哼，这下应该不用我出手了。快点脱身，免遭连累。都不慌，我也不慌。扫描怪兽弱点，清除威胁。正在驱逐大型野兽，请左贤一确认坐标。左贤一已收到，请保持更新坐标数据。威胁等级过高，需要机动火力支援。已解锁你的引力标枪，请限制目标位置。引力标枪已投掷，引力场展开，已锁定。流星3型战机使用申请，总督已批准。还不跑，真是不怕死！流星战机已弹射出舱，战斗机群已突入大气层。啊，这是什么速度？异兽啊！不对，是法器。小型氢弹头正在投放，已投放，命中倒计时5、4、3、2、1，任务结束。机群返回，待我向总督问好。奇怪，那边好像有一股能量汇聚起来。这是9级妖丹，对修炼有益，很贵重。南妮，把东西收起来，给本地势力做礼物用。废物利肉，明白。9级妖丹，对方似乎想要送给他，打发走。所以说这个内丹，你们打算送我？没错，朋友。在本地开矿也算是给你们添乱了。你们没意见的话，本舰希望能和本地帮会和平共处。他们在图谋什么？多谢，多有得罪，告辞了。天魔大人，那是万人山的长老钱瑞，和之前的朱万和是一个实力的高手。无妨，这次至少他们没有动手，不是吗？南妮，搜集情报，我希望建立对话。收到。毕竟我也很喜欢他们强者支配弱者的理念，很高效，很直接。也希望他们能意识到自己是弱者，这就是绝对的强者的自信。侦测到潜在战争可能，为保护开发区，申请投放舰长级力量。批准，让秦岚那丫头也来吧。各舰请注意，地面开发区已有规模，现有防御力量不足，需要正规军队保护开发区。请以下主战单位带领部曲执行空降任务：左贤一变焦，收到；左贤3半龙，收到；右贤一秦岚，收到。右贤3恰可，收到。左贤1准备就绪，左贤3准备就绪。
右旋1准备就绪，右旋3准备就绪，已进入空投轨道。空降部队已抵达地表。秦岚来了。我不断申请保护总督，可惜都被驳回了。以你的能力，在轨道上提供掩护，我会放心许多。但是只有见到总督，我才能放心。各位舰长，请部署各自防区任务。变焦部署机械组部队，形成外围防线；半龙部署装甲斥候部队，形成快速机动力量；秦岚部署灵能部队，贴身保护总督安全，构建基地核心防御力量；恰克部署心灵部队，以基地为中心，建立思维战场。每个魔头都有足以摧毁整个大陆的威力，而这些强者蓄活在魔王身边，令人无法理解。我们低估了天魔的强大，他们也高估了玄修界的实力。魔王大人，一个为魔头的力量，完全可以主动出击，一举屠灭万人山。上次就是主动出击，惹了整个星球的虫群反抗，才迫降到这个星球的。对于整个世界来说，这点战力自保都不够，还要投放更大的规模和力量进行保护。原来魔王的假想敌是整个天宇大陆，但的确合理，因为五大派狼狈为奸，不愧是统领这些魔头的大人物，他早已经预判到了敌人的规模，而且志向是统一整个大陆。此类情况琐事，请交给我吧。属下想建立一个为舰队服务的教派，警示世人，弃暗投明。本土情报体系嘛，不错的构想，批准。南妮，给向导小姐自由进出基地的权限。明白。他们真的就这样放过我了，而且还白送了一颗化神内丹。所以对方先是用堪比化神一击的法宝炸开了地面。是的，副掌门。然后抓出了地底的9级妖兽。确实如此。一击灭杀后，将内丹送予了你。是的，在下也想不明白此举为何。不过在最后，他们还是想和我们好好聊聊的。钱瑞，你不会被收买了吧？何来收买一说？若是真有此事，钱长老又岂会知无不言？我看你不会是打算固执己见吧？哼，非也，只是钱长老汇报一事，处处矛盾，事事蹊跷。你说他早已发现你高手如云，法宝强大，还不主动侵略，而且礼送你出境，甚至要和我们和谈，真是思之令人发笑。若钱长老所言非虚，我更倾向于其外强中干。外强中干，敢对楚长老死去的宗门弟子说吗？司马灵，你还要害死多少人？万仞山的基业就要败在你的手里了。为了那个掌门之位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鼠目寸光，若真有那么强，早早便打上门来了。如此巨大的洞天福地，只要能缴获其中的法宝资源，正是我万仞山一统江湖的大好时机啊！掌门大限已至，随时可能现世，正是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之象。司马灵居然还能自大到这种地步，修了几百年的仙，真是修到狗身上了。为了宗门延续，道法延续，我得早做打算。是亲兄居然能说出这种话吗？回去得好好安抚钱瑞，毕竟是我的一大助力。也得想想办法，让杜老狗下去陪陪楚长老。掌门老头子是真能活呀，怎么还不死啊？既然大家都各执己见，不如一同上奏掌门，稍后再议。唉，上报得到掌门吗？正在布置心灵护盾。正在布置物理护盾。神杀9级妖兽的强者，在他们之中处于末位。
些修士任何一个都不会低于化神修为，集团的破坏力深不见底。手握如此力量，却不急于征服大陆，定是不愿生灵涂炭。我今如此人心，我必须尽力而为。因万人伤而无处可去的散修，逐渐汇聚到一起，只是稍加引导，便形成一股力量。五大派道行逆施至此，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。万人山不我宗门，愿从魔教济世，不与仙门同流。消灭仙门统治，宣戒应属魔教。愿从魔教济世，不与仙门同流。龙形妖兽，快来人！所有人不许动！我们还活着，就代表变教没有得到魔王的歼灭指令，所以这只是他的个人行为，不许指示大人。五大派我等都反了，何故要向妖兽低头？这是魔王部下八魔头之一，变教大人实力在大车以上，不敬者自取死路。什么？你拥有驾驭步枪的能力，这是军队里稀有的才能。多谢大人夸奖。这位魔头实力强悍，但蝎子似乎如军士般单纯直接。不知变教大人前来有何指示？是警告你，总督只授权你为舰队寻找矿区，带领集结力量，这在他授权之外。召集人马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完成寻找矿区的任务。狡辩！你假借他的授权便利，在他的允许之外擅自行动，应该惩罚。在下承认，我确实是擅自聚拢了人马，但你应该理解，只有晴朗大人的意志可以救世，若不如此，怎能让大人的意志遍布大陆？即便世界没有荣幸被大人统治，也应有信徒以崇拜他而感到荣幸。一切为了晴朗大人的荣光，能够照耀大地。你说的有些道理，毕竟总督值得信赖，拥有信众符合自然规律。既然是这类原因，那我认为你没有坏心思。心中不在减员之列，不受朝里拘束，今后在边境你可以自便。多谢边教大人支持。大夫可以适当放任总督信徒在周边活动，必要时可以提供一些非正式保护。遵命，已传达给外围防御部队。刚刚真危险，但我们活下来了，而且路更宽了。天魔教这名字可危险的很，竟敢在我眼皮底下开宗立派，简直目中无人。副掌门，此教乃散修汇聚而成，盘根错节，恐怕不好对付。比起那些神秘莫测的新势力，这些因仇恨而凝聚的散修是真正的心腹大患。因为他们之所以沦为散修，我万仞山怕是造了大孽。副掌门，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了，快做准备吧。宁可错杀，先诛灭那些聚集起来的教众，在他们壮大之前下雷霆手段，绝不可让他们汇聚出反抗之力。你来之后，南妮终于肯放我出来走走了。南妮小姐毕竟不是战斗型，我来之后，她的防御压力小了很多。确实，但谁敢信你作为最强大的灵能者，竟是用我这个废柴的基因造出来的？父亲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宇航员，他们不过是嫉妒我拥有您的血脉。阿兰，你总是让我既害羞又骄傲。我在时，父亲可以更自信些。他妈的，别跑！别紧张，目标不是我。让你女儿随我回万仞山驻地享福，居然还想偷溜，找死！上仙饶命！我女儿命贱，实是受不起这等福分啊！
你若喜欢他，我让他在这儿伺候上仙，只求不要带他回山。话那么多。杀了你，他也得跟我走。本地的社会活动可真原始。第一次见的时候，我也这么说。这荒野居然还有如此精致的男女。喂，不想死的话，随我回万仞山。我劝你别找死！这样会给人吓出心理创伤的吧？我治好他。妈，你没事了。多谢仙人搭救，多谢仙人。我是借住在你们附近的访客，你们最近怎么都搬走了？父亲在问你话。回答仙人，我们村子被毁了，便想投奔魔教寻条活路，可万仞山不许，我只能往教宗指定的地方逃。毕竟也借助了你们的地方，前往哪里了，我会视情况提供帮助的。大仙人慈悲，但不必为我等贱民如此费心。父亲问话，你只需回答。大仙人，就是这里了。不伤害，不偷盗抢占，不胁迫他人，不凌虐敌方。愿我魔神赐下公正，愿我魔神赐下怜悯，愿我魔神赐下惩罚。本地的 live 活动还挺热闹的，不知道他们追的是什么偶像呀？形制古朴，线条流畅，是某种甲壳类的图腾，或许是本地信仰中的神罗吧。午休结束了，回去吧，跟南宁说一声，给这里送些应急食品包。午休时我发现本地有个理念进步的民间组织，不伤害，不偷盗，不凌虐，提倡互助友善，这跟我们对本地文明的外交方针很契合，值得适当关注。原来如此，他必是想在总督面前争功。在这些魔头面前，您对我的恩宠是有害处。蜀人民间变交大人早已对其实施关照，弱者能逼至此等开明信仰，全赖大人荫庇。啊，居然是变交吗？没想到你竟有这么柔和的手段，太令我意外了。你做得很好。一切只为贯彻总督的意志。丹妮，要给变交开放更多的自主行动权限，他变得机敏多了。明白，会后即刻安排。散会吧。向导，你很懂事，我现在觉得你没那么讨厌了。在下只是为了回报大人先前的宽容。我会加大对你的掩护，努力扩张吧，总督会高兴的。是，在下替他们谢过变交大人。总督离开核心防护区，参加所谓天魔教的本地社群活动，而据调查，那些人是夏雨冰的部下，而他本人目前看上去则是在帮你做事。你想说什么，齐舰长？不要做多余的事情，吸引总督离开防护区，这可能会让他陷入险境。那你作为西舰长官，信不信任一艘护卫舰的战力？他上一次遇险，正是因为左舷1号未经授权的激进举动，引来了整个虫群星系的报复。住嘴！一次意外，我绝不会再让它发生，而且你没有资格管理它，它不是你的部下。但你是，而我正在管理你。哦，你们在这里开会吗？南妮，有空的话，我需要你过来一下。有空。齐舰长拥有他最多的陪伴，每次遇险，你责无旁贷。
与万仞山不同，湖主不好战，只求平等交易。诸位可愿考量？这些金条，成色极品，还有灵石，出手竟如此骇人，能顶住万仞山压力力教。这魔教背后的实力，恐怕深不可测。我想，愿出手矿产地段，分成亦可在意，只求鬼教能派遣几位仙长进驻，庇护一方。凡人蝼蚁，也配劳烦无主垂目？此金钵非为收买，乃为抚恤。抚恤尔等那些被万仞山屠戮的亲族。教主，既欲占其地，为何不远其依附，派驻人手，岂不更稳？玄修界相族育心，接送杰出弟子入附近门派，以求将家族升为仙门，一门巨人。心中诸叛竟毁于万仞山之手，他们的子女兄弟皆成亡魂，此乃血仇。与其财帛非为收买，是为告知其强之辈今有强可依，果实不厚。陈老，您意下如何？夹于两强之间，不选便是两端皆罪。我儿死于万仞山，愿投魔教一边。我家死生更重，多分些也是应当。因万仞山树敌过多，血仇之下，荆州6乡渐与魔教响应。万仞山这条疯狗可是激起众怒了。他们这次恐怕麻烦不小。母亲请看，据鸟兽回报，天魔教的势力范围比5日前的图上又破了3分。竟有人能在万仞山一统江湖的当口，在其眼皮底下开宗立派，且发展如此迅猛，母亲啊，该不会是您暗中助力？你母亲是这般阴险的人物吗？去传书万仞山，百灵山庄绝无参与可能。敢做不敢认，没参与才怪。那魔教如此财力，除开他们4家，谁还有此等家业累积？电君山、烈阳教、云水阁、百灵山庄4家信件，术法如出一辙。若真是串通形式，反而不会如此明显。会不会真是巧合？4家并未资助天魔教。不可能，如此海量财力，难不成是那个秦朗凭空变出来的？唯有一统江湖，才能终结宗门纷争，实现掌门夙愿，还天下一个和清海晏。他们看不懂这大计也就罢了，竟还敢暗中使坏。既然不认，那就别怪我万仞山痛下杀手了。门中金丹驻籍弟子，掌前听令，以山门为中心，4方服凑。凡魔教邪修及疑似勾结者，尽杀无赦。
就是前面。小心，感觉不对劲。捷报平纯，我派弟子四面出击，魔教死伤惨重。然则因我派往日树敌太多，仇方仿佛杀之不尽，更有越杀越多的迹象。副掌门，还有一事颇为蹊跷。说吧，都说出来，我爱听。我派与魔教在外缠斗，互有伤亡，但所有派去占领这6处矿区的弟子，无一返还。选一个元婴长老只探消息。打探消息的也没有消息。矿区那种地方能有什么东西？好运气！今年这废弃铁厂发现了罕见的鲛人族妖兽，这等上古异兽，传闻其类可100骨，血能炼仙丹，妖丹更是无价之宝。取了妖丹，岂非杀鸡取卵？死妖活体，方是一展长明的摇钱树。销售还未降服，你二人便争论如何分赃，愚蠢！你才短视，莽夫！都闭嘴！凭外放的精神涟漪，便让这几个蠢货自陷幻境，互相残杀。看来是专精神识的高手，但巧得很，老夫于这神识之术颇有心得。想跑？得手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人已经完全解体了，我打算清理他。我没动手。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生物都未经历过精神腐化，极少数天生拥有粗浅的思维入侵能力，比如眼前这位。初步入侵你的精神领域吗？这听起来不如自荐。新战术部队首领，星球级别的全域思维感应，如此可怕的精神力参数，我唯一担忧的是，他会否某日控制住总督的意志，下达命令？不会。我的情感防火墙形同居上，何其放弃有你足矣。我去巡视外围矿区，各机械组单位注意，总督身边的防护完备。我部任务肃清所有外围矿区入侵者。收到。不要放过任何入侵者，别被西离部队小看。入侵者已被斥候击杀，正在派遣战机拦截空中入侵。什么法宝，竟有如此神速？这个星球真不错呀，竟有几分远古地球的宁静与祥和。总督，本地生态复合指数远低于预期，确实非常和平。没想到米死下会对舰队库存的时装感兴趣，看来美学是宇宙显学呀。属下只是斗胆相信服饰形制，并无所要之意。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反正这些女装在舰上也是库存，没人穿。
4等1时，说是永上风化，此乃魔王赏赐，亦是认可之兆，我当坦然受之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套是工作服，看来不太适合日常。试试这个，身材的终极考验。总督，不要难为向导小姐了。你回来了，看来汴郊那边一切正常。一切正常。另外，总督，本地文明历史悠久，礼仪制度比您想象中完善一些。既然文明历史悠久，为何其技术等级还未能突破引力束缚？因其社会资源高度集中，只服务于少数个体，而个体进化后只享受优待，并不反哺集体。他们热衷于厮杀、掠夺与内部消耗，而非从事建设与生产。个体越强，消耗越大，却无产出。那么，这些强者对星球整体而言，就成了纯粹的寄生与耗散系统。在此规则下，文明陷入停滞，直至耗尽资源或迎来毁灭，才是必然结局。是的，总督，本土生物似乎尚未普遍意识到这一点，但本质便是如此。我半身颠沛，所见皆是弱肉强食，只觉世间不公，却从未思及根本。魔王竟欲与道破天机。所谓先祖，掠夺成性，强者为尊，此乃旧事顽疾。反观魔族，协作、公平、高效，此方为正道。我换上了魔族服饰，以为拉近了距离，殊不知鸿沟存于心中。在大人锁定制度面前，此界万千玄门，不过野蛮禽兽罢了。我已领悟救世之道。分矿开采已走上正轨，我们的矿机已经持续开始产出了。按照这个进度，不出1个地球天，舰队就可以补给完毕。太慢了，我希望能在100个地球日内进入下一阶段。毕竟我们补给完毕，还要建立地空间站和孵化实验室，时间越久，变数越多。南妮，我们的生物样本还有多少？现存的完整人类胚胎生物样本还有3000个，只够最多2次完整的孵化尝试。2次机会吗？迟则生变，我希望能尽早启动。矿场这边已经满负荷了，只能可以把夏雨冰调配给我，我会加快进度。哦，你们现在关系这么好？我只需要一个熟悉本地情况的高效向导，其他之间的顺从度符合我的需求。南妮，夏雨冰具有本位面生物的典型攻击性与暴力倾向，这与变焦部队的行为模式存在高度契合，合并后预计会对本土势力产生更强烈的清场效应。方案可通过，但建议增加限制指令。那就让夏雨冰作为变焦的临时雇员行动。限制指令如下：第一，变焦你的武装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你划定的开发区内。第二，一切歼灭计划都要申请我的允许。恭喜你，夏女士。这是你的合同和部分薪水。
基于夏小姐这段时间的努力，初步得到了总督和部分舰长的观察认可。经总督和舰旗长官同意，决定雇佣夏雨冰作为左旋一舰地面部队的外勤人员。雇员依法享有宇宙自由民权。出勤日需保证每天6小时工作时间，午休1小时，每周3天假期，3餐加零食，按1等船员标准供给。心理辅导和健身课程固定在每周1，请按时参加。其他待遇详情，请阅读舰队员工手册。就是天魔强大的根源吗？高傲却又平等，制度复杂却运行高效，无情的规则下是对集体与延续的绝对执着。如今我已被承认成为这伟大集体的一部分。你来了。天魔荣光永存，属下愿为先驱，扫清一切障碍。我要改变现凡偏见，此间万里也成为一个集体。教主，这是在干嘛？在给凡人种地。教主，给凡人种地？你看教主身上所穿羞耻之物，是那天魔所定。自那非洲上下来后，便穿着此物，在这些蝼蚁面前干种地这种脏活。唉，同万仞山交战，节节败退，想必是因此受了责罚。恨不能为教主分忧。教主在外披肝沥胆，回来还要蒙受冤屈惩戒，实在可叹。待平了万仞山，定要再找天魔较量。哼，你们不清楚情况不要乱说。主上已传我救世之法，似是已经操纵了教主心智，天魔恐怖如斯。宫野镇乡镇里的农人是否集合完毕？已在广场集合，只等教主一声令下，便可。咋办？全家聚拢来了，还要回家？俺们大概是不中了，休闲的哪有好人呢？求上仙，放上圣心！起来，不准跪！我们自居仙家，却把你们贬为凡人，目的是为了合理的使用暴力、奴役尔等。千百年来，修士占领的土地，迫使凡人劳动，供我们修仙享乐。而我等力量恒强，却不协助弱者生产，空耗世间财富，而只供养一人，此乃毁灭之道。现在天魔教来了，坦白告诉你们，修仙者也是凡人，也会生老病死，也要从事生产。这是你们真的有心啊！这是玄门乃灭世顽疾，除之乃救世良药。看看你们周围吧，山林荒地已被我教修士琛耕完毕，谷物也已播种，且只用时1天，半年后的夏收也只需要1天。这是我的天哪！仙长，不，上人到底要我等如何？此乃传音之法，我要你们把我的话铭记于心，圣人降临，仙家统治不复，追随我等，推翻玄门暴政。修炼可以把你们从牢狱中被解救出来，今后只用做2件事：锻炼自己，模仿我辈的生产；锻炼自己，模仿我辈的战斗。不再农忙，就学习如何修炼；没有灵根，就断体。天魔教会传授知识，我希望当万仞山来抢夺之时，有灵根的可以战斗反抗，打不过便加入我们。仙门叫你下跪，魔教让你起身。天魔教，天魔教才是救世之法，这才是仙子之姿。魔教救世之举，从荆州起始，夏氏举世之后，魔教扩张如燎原之火，
近战极为迅猛。混账！又是魔教，他们怎么能蛊惑这么多的凡人？神丹谷余孽夏雨冰提出了有教无类、仙凡平等，拉拢了无数凡人。他们弱小，但数量庞大，而为了维持万仞山上下运转，需要上百万的凡人供养才可。天魔教这一釜底抽薪，直犯本源。有办法吗？还有，可能和谈吗？万仞山的灵石、金银、金属、灵草供应全部都被拦腰斩断，大量村镇、农人、大族开始逃亡和投靠天魔教，各地矿产也开始逃亡，没有其他办法，更不可能和谈，他们就是冲着我门派命根来的。该死的夏雨冰，不就是一个小小一休吗？直接来我万仞山做宗门长老，不是扬名立万吗？石青，现在知道天魔教的狼子野心了吧？传我掌门令，金丹以上弟子放下手头一切任务，紧急回山，准备决战。另一方面，给夏雨冰送去战书，该受万仞山的雷霆一击了。教主，万仞山战书已至，敢问教主何以出之？此檄文被贼子广撒四方，多地教众闻风，心生怯意，教派恐有离散之危啊！若不应战，士气必溃如决堤；若仓促应战，又该如何应对雷霆一击呢？这是……糟了，连教宗大人都方寸已乱，吾等前路恐是晦暗。教主勿扰，国教根基已成，信众如星火遍布。万仞山树敌满天下，不刀虽利，焉能斩尽燎原之势？教主那日救世之言，至今仍如雷贯耳。即便此番我等生死当相，然火种已播，必有后人承继一志。你们在乱感慨些什么啊？万仞山何足挂齿啊！主上一语道破，此届顽疾根在制度腐朽，万仞山倒行逆施，覆灭乃天命所为，不必担忧。我怕的不是万仞之流，而是上级视察。视察，便教大人此前传讯，魔王不日将巡视封国，此乃定力，有何可惧？你们不懂。坏了，说是魔王要来巡视，教主便终日坐立不安，这有何可怕？可能面见魔王，比面对万仞山数百金丹修士的进攻更可怕。没那么轻松。通告：情郎总督将于1刻后抵达荆州第3矿区，请相关单位负责人完成最终安全隐患排查。好伤害人的威压！这死中钢铁魔鳌，气息凝实如山岳。某虽出入原因，竟觉灵台压抑，其威应已触及化神门槛。莫非魔王乃是一心四体之大神通者？这4具皆是其化神分身。闭嘴！这些不过是混乱。空间都在为之扭曲，此等境界，莫非已知炼虚，乃至大成？这位定是魔王本尊，如此威能，太可怕了！你二人闭嘴！渡劫之威，竟恐怖殊死！请派出3位舰长，确保你们飞行安全。这规模，可比咱们开发区那主矿还要壮观，干得不错呀！怎么回事？此多的渡劫大能，竟簇拥着一介凡人。看教主对其敬畏如斯，此人是何方神圣？夏小姐，多亏了你，舰队的补给进度已经大幅超过预期了。照这个速度，最多3个月，我们就能完成全部补给。你对人类延续事业有很大贡献。总督过誉了，此乃属下分内之事，万不敢去背。此番开拓实则困难重重，
多赖便交大人调兵遣将，方能使矿区转危为安。若非大人以雷霆手段扫清危险，万仞山很早已将矿区破坏殆尽，我等无反抗之力。然而，万仞山对我等工作之干扰，从未停歇，全仰仗病交大人才免受迫害。我不理解，你们的族长用资金公平购买矿产，怎么会被打？不太符合交易原则呀！回禀魔主，万仞山行事向来霸道，弱肉强食乃是此界常态。这个我不理解，这是破坏性掠夺，对生产发展毫无益处。那些人是此界旧有规则下的实力阶级，是腐朽秩序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们维护的并非生产，而是掠夺本身的权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大人息怒，此等败类迟早会招来天罚。天怎么会罚人？他有几艘战舰，有多少当量的弹药储备？难道对方不认可强者支配弱者的本地法则吗？他们自定义为强者，并将支配解读为暴力与掠夺，其社会行为呈现高度进攻性与排他性。他们已发来战书，扬言要踏平我心中分舵，鸡犬不留。本地的帮会这么没有礼貌吗？你这么说，我可有点不太愉悦了。请总督授予我歼灭权，我会保证这个势力3天内进入覆灭状态。3天覆灭？不，我们不是来本星球播散恐惧的，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会激起敌意。主上深谋远虑，不愿打草惊蛇，欲行蚕食之策，将5大派逐一纳入掌中，这乃一代明主。明白，属下会散播消息，隶属万仞山之恶行，当受天罚。我方替天行道，亦可稍掩锋芒。天罚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明白了。原谅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。很好，请你也给对方最后一次机会，警告对方就此收手，我们依然可以平等的往来。是，必当好生劝告，力求不使万仞山生灵涂炭。羽兵一直诚实可靠。总督阁下，齐舰长南尼提醒，返航时间已到。一工作就过得好看，大家辛苦了，再见。便交记住，不要让人类延续事业中出现任何绊脚石，由你自主决定是否使用歼灭权，但前提是对方明确无视了我们善意的警告，才可以局部使用此权。望你们慎用暴力。明白，我会谨慎评估，妥善使用这些权限。审判将至，万仞山，我来了。教主，四方皆已召回，然四派皆无明确回复，态度暧昧。教主，是否要等那4家消息？不必，我自有打算。尔等传令校正，我将亲赴万仞山为使，此行不许跟随。不可！附身前往，无异于送死啊！要的正是如此。我本以死残躯，总督令我重生，叫我寻回济世初心。抱歉，总督，出使之时，我会辜负你的期望。灭门血海之仇，就是反心之志，非万仞山覆灭，无以平息。若能与我之死换得师出有名，令四门无由干涉，则丝绸可许，忠义可敬，此乃两全。杀了使者，斩断明正言时，一切皆会如您所愿。夏向等，总督为你的外交任务指派了护卫部队，请多指教。总督他原来早已是了，是我愚钝，小瞧了总督的洞察与人性。护卫就绪，请开始外交任务吧。使者，
过一次修剑壁，圆了本座，安敢不拜？我辈之中唯权与责，不限尊卑，劝你放下傲慢，平视众生。狂妄！湖主有言：若尔迷途知返，可与一线生机。一线生机，鼠辈也配！今日我已放下私怨，为两方公利而来，劝尔三思。住口！狂妄魔孽！我万仞山千年基业，岂容你等亵渎？要我收敛，凭你也敢？常言之，哼，我家主人并不好战，劝你也放下傲慢。与这魔教妖女废话什么？杀！区区下修，见本座而不跪拜，以示恩典，安敢在此狂言废日？万仞山令下主封精锐旗帜，魔教妖女正好斩入首级，壮我伐魔声威。协议升级，防卫反击授权，威胁等级评估中。下，反击协议已通过，激活武装模式。生物识别确认。原来总督赠此医物时，便已料到此景。何等刚气，竟坚不可摧至此！哼，好一个铁壳乌龟！众长老听令，发动镇山仙阵，本座要看他们练作天地间一缕飞灰。阵起！统统住手！副掌门，阵前斩使，非但我仙门正道所不知，更是取祸之道。魔教魁首自投罗网，千载良机，待仙阵一成，管教他形神俱灭。此时不杀，更待何时？夏教主，阵势已成，尔等已是瓮中之鳖，快挟持本座，或可换得一切生机，速速决断。既要战，用言和，手术两端，徒惹人笑。我既来此，便没想过挟持鼠辈苟活。你要战，那便战。外交目标失败，任务目标变动。请求主战部队接管战场，启用轨道打击覆盖。请求收到。威胁确认。评估友好单位距离过近，处于敌方堡垒内部，轨道武器覆盖打击风险过高，不予批准。附件两是拟定2方案，地表作战部门申请投放轨道支援，执行营救任务。申请通过，请即刻空降。主的意志，主的力量，主的审判。万仞山，你们的时辰到了。司马老贼，尔等屠戮同道，戕害无辜之事，可曾想过今日天诛将至？此话不吐不快。贱人，待本座破开这龟壳，定要将你抽魂炼魄。可恨天的罡气如此坚固，连我派千年传承的镇山大阵都奈何不得。化神罡气，若以为我万仞山底蕴仅止于此，那便大错特错了。掌门师尊，强力压境，山门将倾，万仞山千年基业已到生死存亡之刻。山门将倾，何人胆敢？魔教魁首携2名化神魔头亲至，弟子无能，镇山大阵亦难破题，请掌门为宗门续命。万仞山掌门陆昭300年前便已受尽，全靠宗门海洋灵石与秘法雕灭，形同活尸。他正在燃烧最后积累的千元命人，以宗门气运，此一击恐有炼虚之危。报告，敌方使用了超高强度定向能量脉冲 ，MK 高25的偏斜护盾过载烧毁，主能源线路短路，需要至少90秒重启，与系统自检。了解，空降部队即将抵达，15秒。杀了！这天翼魔偶，想必便是尔等魔教最大倚仗。如今趁本座接下废铁，魔教覆灭，老鬼燃尽，楚万鹤已死。待我再除掉杜世清的老顽固，掌门之位，江湖共主，千秋伟业，请由我司马灵成就。
左贤一特遣人全面接管此区域。副舰长已介入战场，我们安全了。哼，不过几具铁棺椁也能撼动我万人山千年根基。需要我帮你打开这个壳吗？需要，破除屏障，为我清理攻击通道。这究竟是？怎么回事？护士大阵消失了！肃清程序，启动。区区灵偶，护盾激活。魔教宵小，竟视我为无物。侦测到高浓度等离子体攻击，新折动频率适配已完成。我神境修为的一击居然……目标锁定，武器焚心高频粒子震动锁定。不可能！掌门，赢了！快跑啊！副舰长级战力在大成期以上，化神期小辈如何相提并论？错了，全错了！那两具铁偶不过是仆从，这些，这是灭门之灾！报告，目标开始逃逸，是否追击歼灭？带领外交团队撤离，我即将发起攻击。舰长进入攻击位置，全速撤离战场。敌人已然溃散，为何连我等也要击退？因为边疆大人进入攻击位，就代表是以地形为攻击目标。哦，地形。那是何物？那是左剑一舰长边疆大人的本体，对地形战略单位驱逐一切正脉，抹平总督眼前的绊脚石。没有人可以威胁总督的计划，没有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千年传承，万仞仙山，祖宗基业毁于我手！贱人！若非你也天魔降世，我万仞山何至于此？此仇必报！
此地是何处？大师，妖兽，气息微弱，不过是看守矿场的杂役罢了。天魔孽畜，毁我基业，断我宏图，摄魂夺魄，为我所趋。万仞山道统已绝，山门已毁。今日之后，世间再无万仞仙宗。我等愿意救父，请夏教主高抬贵手，放过余下弟子。目标集群已丧失组织度与抵抗意识，建议停止追击，转入俘虏管理程序。当年神丹谷覆灭之夜，我也如你一般，跪在你们面前哀求，指望能放过我谷内那些一心济世、手无寸铁的一休同门。你们没有收到。我愧对列祖列宗啊！与你们犯下的累累恶果相比，你们最大的傲慢，就是以蝼蚁的身份藐视我主最后的善意。夏教主，万仞山今日之亡，定会引起其他四大派的警惕和敌意。主不在乎。此界纷争，众生哀嚎，于主而言，不过尘埃便是瓦。在大人眼中，亦不过是蒙昧未开的一族，非其同类。不必自责，交涉失败并不是你的责任。再说，你不是把愿意合作的人带来了吗？我前半生期待帮扶，而不可得。真正得到了您的帮助时，却只能以卑劣的私欲加以利用。为了复仇而获取您的信任，为了复仇又辜负您的信任。如今我心中仇怨已消，只剩下对您的愧疚。卑劣之人不配为您效劳，请您惩罚。就算你这样说，可你也没有触犯剑元条例吧？你这样战战兢兢，反而让我觉得你不把自己当做舰队的一员。诚然如此，以我这等低劣生灵，也不敢以您的船员自居。基本准确。我们最初也是这么评估你的，一个文明程度较低的本地原生智慧生物。是的，本该如此，这才是真相。那片山后面是不是你的神丹谷故居？是的。万仞山统治不在，故乡又重新属于你了，你想回家吗？想，但谷中亲朋凋敝，我已没有家了。是的，我们也想，我们也没有家了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信任你，为什么变焦愿意用你，为什么南妮会同意录用你。船上的人就算因身份、物种、文明而产生隔阂，但失去故乡的处境总是相似的。能相互共情的人，大概是能互相理解的。继续为我效力吧。是，大人。父皇，据探子来报，万仞山被那天魔教覆灭了。万仞山竟真亡了，也不知父皇对着突然崛起的天魔教究竟是何态度。陛下，天魔教能覆灭万仞山，其手段诡异，底蕴不明。臣以为当即刻加派人手，严加戒备。此等凶顽，不得不防啊！陛下，臣倒以为
此事值得恭贺。朝廷赐去一顽疾，实乃幸事。张学士何出此言啊？想当年，先皇开国，得5大仙门助力良多，长久以来可谓同气连枝。如今仙门遭劫，何喜之有啊？父皇，孩儿认为万仞山乃我帝国盟友，岂容邪魔外道戕害？当初王师伐此妖孽，传习天下，以正视听，并为万仞山同道报仇雪恨。哦，张学士，你且说说。陛下明鉴，先皇开国却曾借助5大仙门之力，然则时移世易。近100年来，诸仙门肆意扩张，画地自治，尤以万仞山为甚，吞并周遭，一求山河一统，齐心造诣。诸多州郡往往置之仙门令，不闻朝廷诏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。如今其亡于江湖纷争，实乃天意。勿去其一，朝廷正可顺势收回其地，整治全纲，岂非社稷之福？哈哈，你呀，就是太过聪明。不过朕所忧者，乃顽疾方去，心病便来。这天魔教底细究竟如何？父皇不必过虑，孩儿愿亲往，收复失地，平衡江湖势力。至于那天魔教，若能为我朝所用，自是最好。若系桀骜，便当及早剪除，以免重蹈万仞山覆辙，尾大不掉。太子有心了。然太子乃社稷储君，国之根本。江湖之事纷乱驳杂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此等事务，还是假手于人为妥。能干掉万仞山，绝不是泛泛之辈。但是我若再不出手，就真的争不过大哥了。父皇，大哥肩负社稷，不宜轻动。孩儿弘毅愿替父皇大哥分忧，前往处置此事。此去定能招安那天魔教，为我朝廷所用，扬我天威。你呀，有心了。不过兹事体大，那天魔教底细不明。父皇，孩儿认为二弟如此踊跃，愿为国分忧，实乃我皇家风范，赤子之心可嘉。此番既有如此自信，父皇何不让其一试，也好了却二弟为国建功之心。你狗东西，就想着弄死我是吧？弘毅，你真愿望？儿臣愿望，定不负父皇所托，招安天魔教。好，赐法旨。大殿下竟然同意殿下的方略，倒是出乎在下意料。莫非大殿下尚念及手足之情分？还说什么兄弟情谊，巴不得我死罢了。难道你没听说过，以万仞山这等剑修名门，人被覆灭，再加上他们自称魔教，凶名赫赫，前去招安这种狂暴教派，岂是美差？他这分明是让我送死。既然知道凶险，殿下为何仍要自愿前来？父皇属意于他，东宫之位几乎已是他囊中之物，若不行动，便再也没机会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可以休假了吧？是的，总督。基于当前已回收和转化的资源，初级生命培育矩阵的基建已经完成。但是必须提醒您，舰队基因库经过多次灾难性损耗，最多仅能再进行一次同等规模的文明重启。那是你旗舰官需要头疼的问题。按宇航员手册，我该去享受我的星际长假了。
再见，我的朋友。最高权限会议，加密协议启动，接入者旗舰长官南妮。总督完成了奠基，人类文明终得延续之机。但是在舰队辐射环境下培育出的个体，其基因序列会与5星标准模型存在偏差，他们并非纯血人类，而唯一的纯血模板总督本人，其生理寿命仅不足100年。届时舰队将失去最后的灯塔与基因锚点。为父亲进行全身一体化改造，或者灵能飞升，有无数种技术延长他的生命。大规模一体化或灵能灌注将不可逆地污染基因组，届时我们保存的将不是一个文明的活种，而是一件工艺品。方案 A， 长期循环休眠，可将总督的主观时间感知拉长，客观寿命可以延长至万年。它不是你延续文明的工具，更不是锁在保险柜里的标本。如果真到了别无选择的时刻，我相信总督本人也会同意这个方案。为了延续，有些牺牲是必要的。在阅读那些战败者的思绪时，我接触到一个有趣的本地科学分支，他们称之为修炼。该体系能显著强化突破受限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不会引发肢体和基因变异。数据可信度如何？有无副作用报告？本土武装集团万仞山毁灭时，也有部分投降者曾赠送此类技术向鄙人示好，只是当时未曾在意。夏雷总督说过类似建议，若成，总督会更安全。好，分析完成，现决定将本土科学技术研究提升至最高优先级。通知外聘顾问夏小姐，由她辅助研究小组收集、整理、翻译、试验相关资料。舰队所有部门将会予以配合。南妮旗舰长，抱歉打扰您的会议，收到秦朗总督的直接指令，外围出现了未登记的大型飞行单位，总督已前往观察，并命令旗舰做好相应预案。总督和南妮大人正在赶来，请您先在这里等待。好胆，竟把我2人就此晾下了，连帝国皇子化神修士都不放在眼里。死在这儿的化神可能都不止一个，放松点儿，青岩。你我2人能不能活命，现在全看人家的脸色。可是，礼节是强势一方授予的，眼下嘛，起码人家还没说不见。给2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总督秦朗。你们好。这位是舰长南妮，以及外聘舰员夏雨冰。外聘？这堂堂天魔家教主，只能陪坐末尾的意思吗？此次我们代表天宇帝国而来，是希望诸位能接受帝国封赏，为大皇帝尽忠效劳。简直是妄想。我知道这个条件可能不足以打动几位，但作为天宇帝国的合法继承人，若诸位能帮助，这话连你自己都不信吧？总督，帝国赵安或许不怀好意，也别太有敌意。你看他们至少愿意主动交流啊。而且，我看对方不是带了礼物和寿衔来吗？这态度比那万仞山总会好些吧？他貌似和气，却又提到了万仞山，定是在提醒我乱来的下场，且还点出了有合作的空间。好深的心机，我得想个方略。是合作，还是打算
把天宇帝国也收入囊中。提到万仞山，就是在点醒我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找变焦大人寻求帮助。好厉害的谋划，我得想个方略。怎么还没接待我？浪费我宝贵的休假时间，我得想想办法。你需要我的配合，具体呢？这些可能需要您去往京城一趟，面圣详谈。但是如果您觉得不合适，也可以不去。没事没事，跟本地大型势力的会面确实得重视。再具体一点呢，比如合作的形式、条件。为朝廷效力，天恩浩荡，当然会给予你官职、爵位。我不懂，这些代表我们可以友好往来，对吧？欢迎。好的，还望多多包涵。没想到，灭掉万仞山的天魔教，只是一介傀儡。青眼，那位总督，你怎么看？我观他与凡人无异，换句话说，我看不穿他。确实，只让人感觉高深莫测，脊背发寒。齐监长大人，其实歼灭确实是最高效的接触方式。总督没有这样下令。确实。